睡前听完一本书，今天我们读《百年孤独》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人总是重复犯同样的错，不是那种惊天动地的大错，是小的、琐碎的，像一根刺一样的那种。比如，明知道那份工作不适合自己，还是熬了3年。比如，每次吵架都输在同样的话上，事后拍大腿，我当时怎么又那样说了。比如，深夜刷手机，越刷越空虚，第二天发誓早睡，到了晚上照旧。我们管这叫不长记性，但真的是记性不好吗？马尔克斯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40多岁了，他在墨西哥城的阁楼里把自己关在黑暗中，每天抽60支烟，喝了无数杯咖啡，写了18个月。他不是在写一个故事，他是在写一个家族，一个村庄，一段被诅咒的时间。布恩迪亚家族7代人，名字换来换去，命运却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：乱伦、战争、疯狂、孤独，一代一代地传下去，像传家宝一样。我读的时候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既心疼又释然。心疼的是，原来我那些纠结，那些走不出的死胡同，不是因为我笨，是因为我没看清那个圈套。释然的是，看清了，也就有路了。先说一个最基本的，我们总以为孤独是我们自己的，我喜欢这个，我讨厌那个，我觉得这样是对的。但马尔克斯说，等等，你的这些觉得是从哪儿来的？你讨厌加班，是因为你真的讨厌工作本身，还是因为你觉得加班意味着被剥削？而被剥削这个概念是你从某个文章里看来的。你喜欢躺平，是真的喜欢那种状态，还是因为你把躺平当成了一种对抗，一种姿态？这不是要否定你的感受，恰恰相反，是要你分清楚哪些是真的疼，哪些是你以为的疼。我有个朋友30岁了，还在相亲，每次回来都跟我吐槽，说对方太功利，一上来就问房子车子。我问他，那你想要什么？他说，我想要感觉，想要心动。我说，那你心动过吗？他说，有过一次，但那个人没房没车，我妈不同意，我就没继续了。你看这里头有多少层？他想要感觉，这是第1层，但他又接受了没房没车不能嫁这个标准，这是第2层。然后他把这2个东西对立起来，觉得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，这是第3层。他在第3层里痛苦，觉得自己是受害者。但马尔克斯会告诉你，回到第1层去，你真的只想要感觉吗？还是你也觉得房子车子确实重要，只是你不愿意承认，因为承认了就好像背叛了那个浪漫的自己。我们太擅长给自己造一个应该的样子，然后跟这个应该的自己打架。那个相亲的朋友，他不是在跟相亲对象较劲，他在跟自己造出来的那个纯粹的爱情主义者较劲。而那个形象可能是他看了太多偶像剧，读了太多文艺小说，自己攒出来的。这就是孤独的一种，虽然听起来有点刺耳。不是说你相信鬼神仙佛才是孤独，你相信自己脑子里那个虚构的应该也是。你把一个想法，一个观念当成了比现实更真的东西，然后你拿着这个尺子去量生活，量一次疼一次。马尔克斯讲过一个例子，奥雷里亚诺上校发动了32次起义，全部失败。他晚年回到作坊里做小金鱼，做好了融化，再做，再融化。他不是在打发时间，他是在跟自己的孤独较劲。他以为战争能打破孤独，结果发现战争只是孤独的另一种形式。他以为权力能填满孤独，结果发现权力让人更孤独。最后他回到小金鱼，不是因为看透了，是因为没别的可做了。我们每天都在干这种事，看到同事升职了，心想他肯定是会拍马屁；看到朋友创业失败，心想我早就说他不是那块料。这些心想来得那么快，以至于
我们以为那就是事实，但那就是你的一个念头，一个你过去的生活经验给你编的程序。你运行这个程序，然后得到一个结果，这个结果又强化了这个程序，这就是循环。说到循环，这是最让我坐不住的部分。你有没有那种时刻，明知道不该这么说，不该这么做，但话到嘴边还是出去了，事后后悔，发誓下次改，下次来了照旧。我们管这叫性格，叫命，叫我就是这种人。马尔克斯说，这是因为你没抓到那个规律，不是性格，是机制。你每一次发火，每一次逃避，每一次讨好，背后都有一个机制在推着你。这个机制可能是你小时候形成的，可能是某次创伤留下的，可能是你长期生活的环境给你塑造的。它曾经是保护你的，比如小时候你只有讨好父母才能得到关注，所以你把讨好当成了生存策略。但现在你30岁了，这个策略已经过时了，你还在用，就像冬天穿夏天的衣服，当然难受，但难受归难受，你改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熟悉，熟悉比舒服更让人有安全感。你知道讨好可能会让你委屈，但你不知道不讨好会发生什么。那个未知太可怕了，所以你选择已知的痛苦，而不是未知的可能。这就是很多人说的道理我都懂，但我做不到。不是做不到，是你不敢。马尔克斯说，要打破这个，光靠想通是不够的，你得去做。在做的过程中，新的习惯会覆盖旧的，但做的时候，你会恐慌，会不适，会想逃回那个旧模式里。这时候，你得认出那个想逃的念头，然后跟他待一会儿，看看他到底在怕什么。我试过，有一次我跟领导意见不合，以前我都是好，您说的对。那次我忍住了，我说出了我的想法，手在抖，声音也在抖。说完我就后悔了，觉得完了，领导肯定觉得我难搞。但领导只是愣了一下，说，你这个角度我没想过，我们再讨论讨论。那一刻我意识到，我那个必须讨好的程序出 bug 了。现实世界并没有因为我表达不同意见而崩塌，但这不是说从此以后我就脱胎换骨了，没有，下一次类似的情况我还是会抖，还是会想退缩。只是我知道那个想退缩的念头它来了，我不一定听它的，这就是进步，很慢很细微，但真实。很多人想要一个顿悟，一个瞬间的清醒，然后从此人生开挂。马尔克斯说，那是小说里的事，真实的改变是拉锯战，是你旧的习惯和新的尝试反复争夺控制权。你会后退，会反复，会觉得自己怎么又回来了，这很正常，不要因为反复就否定自己。你要看到你反复的高度是不是比以前低了一点。以前你陷进去能陷1个月，现在陷3天就出来了，这就是在往上走。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，因为我们太容易被反复打败了。减肥反弹一次就觉得自己是易胖体质，注定瘦不下来。戒烟复吸一次就觉得自己意志力薄弱，是个废物。我们把反复当成失败，但其实反复就是过程本身。就像学骑自行车，你摔倒了，不是因为你不会，是因为你正在学。书里还讲到一个很扎心的点，关于自由。我们总觉得自己想要自由，想不受约束，想爱干嘛干嘛。但马尔克斯说，真正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。这话听起来很绕，我换个说法，你以为的自由其实是任性。你想不上班就不上班，想怼领导就怼领导，这不是自由，这是被你的情绪奴役了。你发火的时候，是你自己决定发的吗？还是那股气一上来，你控制不住？你躺平的时候，是真的在休息，还是在逃避那个
我可能做不好的恐惧。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自由是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并且能承担后果。你知道这个选择会让你失去什么，你愿意付这个代价，这时候你才是自由的。否则你只是被你的欲望、你的恐惧、你的习惯推着走，那不是你，那是你的程序在运行。我有个表弟去年辞职说要自由职业，我们都挺支持的，觉得年轻人就该闯闯。结果他在家躺了半年，每天打游戏，晚上熬夜，白天睡觉，钱快花完了才开始慌。我问他，你这半年自由吗？他说挺自由的啊，没人管我。我说那你慌什么？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始，越想越怕，越怕越不想动，然后就打游戏逃避。你看他被什么困住了？被那个我必须一开始就做得很好的念头困住了。这个念头让他怕，怕让他动不了，动不了让他更怕，循环。他以为辞职是自由，其实是换了一个牢笼。以前的牢笼是办公室，现在的牢笼是他的卧室，还有他的脑子。后来怎么办的？他没想通什么大道理，就是有一天没钱交房租了，硬着头皮接了一个活，干得一般，被客户骂了，改了3遍，拿到了钱。他说那一刻他反而踏实了，因为他发现被骂也不会死，改3遍也不会死，而干活这件事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难。那个我必须做得很好的咒语在现实面前碎了一点。这就是从唯心到唯物，从我觉得我会失败到我试了一下，发现没那么糟。你的想法再真实也只是想法，你得把它放到现实里检验。现实可能会打你的脸，但那个疼是真实的疼，会让你清醒。而你的想法给你的疼很多时候是想象的疼，是放大了100倍的那种，会让你瘫痪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聊聊躺平这个词。这2年太火了，我观察过身边说躺平的人有2种，一种是真的累了需要休息，他们躺一段时间充好电又起来了。另一种是拿躺平当盾牌，挡住所有你为什么还不努力的质问。后者其实躺得并不舒服，他们一边躺一边焦虑，一边刷着别人的成功，一边觉得自己是个废物。他们的躺平是一种消极的对抗，对抗那个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成为的样子。马尔克斯如果活到现在，可能会说，你们要分清你们反对的到底是什么，是反对剥削，反对无意义的内卷，还是反对努力本身？如果是前者，你可以斗争，可以争取，可以改变规则。如果是后者，你得问自己，你是真的不想努力，还是怕努力了也失败，所以干脆不努力？前者是选择，后者是逃避。选择让人平静，逃避让人煎熬。我认识一个设计师，30多岁，在一家大公司干了8年，升到总监，然后辞职了。他说他不是躺平，他是站起来。以前他每天开不完的会，改不完的方案，做的都是老板喜欢的，不是他认为好的。他辞职后接小项目，钱少了，但每个作品都是自己想做的。他说他现在每天工作10小时，比以前还累，但心不累。这是躺平吗？我觉得不是，这是找到了自己的必然，然后顺着它走。所以关键不是躺还是卷，是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你知道你在休息，休息就是对的；你知道你在逃避，逃避就是错的。这个知道就是清醒。书里还有一个概念，我觉得特别实用，关于主要矛盾。我们每天都在面对一堆问题，工作不顺，感情不好，身体亚健康，父母催婚，朋友疏远，钱不够花。他们缠在一起，像一团乱麻，你越想解决全部，越觉得无力，最后干脆什么都不想解决，刷手机去了。马尔克斯说，
抓住主要矛盾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找出那个解决了它，其他问题会跟着松动，或者至少变得容易处理的那个核心问题。比如说，你觉得自己工作不顺，是因为老板傻逼、同事傻逼、公司制度傻逼，但主要矛盾可能不是这些，是你自己的能力还没强到可以挑老板，或者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，所以在哪里都难受。如果是前者，你去提升能力，能力到了，你可以选择环境；如果是后者，你得先想明白自己要什么，否则换10个工作还是一样，感情里也一样。你跟伴侣总吵架，你觉得是他不关心你，是他太自我，但主要矛盾可能是你自己就不懂得如何表达需求，你等着他猜，猜不到你就生气，一生气他就躲，他躲你更生气。这时候主要矛盾不是他躲，是你不会表达。你把这个解决了，他可能就不躲了。或者你发现他躲是因为根本不爱你，那你也知道该走了。找主要矛盾需要诚实，对自己诚实。你得承认有些问题是你自己造成的，不是世界的错。这个承认很疼，但疼完就轻了，因为你终于知道该从哪里下手了，而不是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抱怨。我有个习惯，遇到烦心事会写在纸上，左边写我觉得是别人的问题，右边写可能是我的问题。写的时候很抗拒，觉得凭什么我要反思，明明是他不对。但写着写着会发现右边那栏往往才是我能改变的，而改变右边比改变别人容易10000倍。这就是能动性，不是盲目的乐观，不是我一定能行的口号，是清醒地看到哪些是我能动的，哪些是我不能动的，然后把力气花在能动的部分。你不能动天气，但你能动要不要带伞；你不能动别人的看法，但你能动自己的看法；你不能动过去，但你能动现在。说到过去，书里对历史的解读也让我松了口气。我们总被过去困住，原生家庭、童年阴影、曾经的失败，他们像幽灵一样，在你做选择的时候，在你建立关系的时候，突然冒出来拽你一下。你说我变成这样都是因为我爸当年怎样，因为我第一次恋爱被背叛了。这可能是真的，但马尔克斯说过去是原因，不是理由。原因解释了你为什么变成这样，理由是你继续这样的借口。你可以知道我讨好别人是因为小时候缺爱，这是原因，但你不能说所以我这辈子都只能讨好别人了，这是理由。过去决定了你的起点，不决定你的终点。你的终点是你现在每一个选择一点一点扑过去的。这不是要你和过去和解，那种原谅他们、放过自己的鸡汤，有时候太轻飘飘了。有些伤害就是无法原谅，也不需要原谅。但你可以不被它定义，你可以说，是的，那件事发生了，它很糟糕，它影响了我，但我还在这里，我还在动，我还在选择。这就是胜利，很小的胜利，但每天都在发生。我想说说网络，这是我们这代人特有的战场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网上吵架永远吵不出结果？两个人从一件事开始，吵到立场，吵到人品，最后互相扣帽子、拉黑。第二天各自找同温层的人吐槽，说今天遇到一个傻逼，然后继续相信自己所相信的，甚至更坚定了。马尔克斯管这个叫主观主义，不是坏的主观，是好的主观，是我觉得我是对的，所以我要捍卫。但捍卫的方式不是去搞清楚对方到底在说什么，而是直接攻击，因为搞清楚太费劲了，攻击比较爽。更隐蔽的是，我们上网不是为了获取信息，是为了确认我是对的，确认我属于某个群体，确认我比那些人聪明、善良、
有品位。所以我们只看点赞的，只转发同意的，算法也投其所好，给我们造了一个回音室。在这个屋子里，我们越来越确信，世界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样，那些不同意见都是异端。这很危险，因为你在失去看见复杂的能力。一个人，一件事，很少是非黑即白的。那个跟你吵架的陌生人，他可能刚刚失业，可能正在生病，可能他的观点来自他独特的生活经验，你不了解，但你不会去了解，你也没时间了解，你只想赢。我想过怎么破这个局，很难，因为上网的本能就是快，就是爽，就是情绪。但有一个小办法，我觉得有点用，就是每次想反驳的时候，先停3秒问自己，我理解他的意思了吗？还是我只是理解了他的几个关键词？如果我只是理解了关键词，那我就先不问，先去查，去想。这3秒很多时候能避免一场无意义的战争，而且承认自己不知道没那么难，真的。我以前觉得承认不知道就是认输，就是显得我不行。现在我觉得承认不知道是给自己开了一扇窗。你不知道，所以你还能学，你还能变。你什么都知道了，你就死了，僵化了，变成一块石头了。书里还聊到量变因其质变，老化了，但用在生活里特别解渴。我们总想速成，7天学会 Python， 1个月瘦20斤，3个月找到灵魂伴侣，然后试了一下，发现不行，就放弃，说这个方法没用，或者说自己没天赋。但马尔克斯说，变化是积累的，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突变。那个突变看起来是瞬间发生的，但前面有漫长的看不见的铺垫。我学写作的时候深有体会，刚开始写没人看，自己也不满意，觉得写得很烂，写了2年还是烂，但好像没那么烂了。写到第5年，突然有一天有人跟我说，你这篇写得真好。我说，真的吗？我觉得跟以前差不多啊。他说，差很多，以前你是用力写，现在你是自然写，那个自然就是量堆积出来的质变。但我前面那5年是看不到头的，是怀疑的，是无数次想放弃的。所以如果你正在做一件事，觉得没进展，别急着否定，问问自己，量够了吗？如果量够了，质变会来，只是你不知道它哪天来，它可能在你最绝望的时候来，像一份礼物。但前提是你得在那里等着，你得一直在做。很多人问怎么坚持，我觉得不要靠意志力坚持，要靠机智。意志力会耗尽，机智不会。比如你想跑步，不要每天问自己，我今天要不要跑，而是把鞋放在床边，穿上鞋就出门，出门就跑，把要不要这个决策点提前消灭掉。你想读书，不要想我今天读多少，而是每天固定时间，手机扔另一个房间，翻开书，读5分钟也行。机智推着你走，而不是你的我要坚持推着你走。这就是利用规律，而不是对抗规律。你的大脑就是会偷懒，就是会逃避。你知道这个，就设计一个他懒不了逃不了的环境。这不是算计自己，是善待自己。别跟自己的本能硬刚，你刚不过的。说到善待自己，书里对痛苦的看法也让我释怀不少。我们太怕痛苦了，想尽一切办法逃避，娱乐、消费、relationships， 甚至工作，都可以是逃避痛苦的工具。但马尔克斯说，痛苦是信号，是告诉你这里有问题，需要解决。你把信号关了，问题还在，而且会越来越糟。比如身体的疼痛，你吃止痛药，不疼了，但病还在。心里的痛苦也一样，你刷手机刷到麻木，不难受了，但那个让你难受的事还在那里发酵。有一天它会以更大的方式爆发出来，可能是疾病，可能是情绪的崩溃，可能是关系的破裂。所以要听痛苦的话，它来的时候
不要急着赶走他，问问他，你想告诉我什么？是这份工作真的不适合我，还是这段关系已经死了，还是我一直在欺骗自己？痛苦是诚实的，比快乐诚实。快乐有时候是麻醉剂，痛苦是手术刀，虽然疼，但能切除肿瘤。当然，不是让你沉溺痛苦。有些人会反复咀嚼自己的不幸，觉得自己是最惨的，全世界都对不起自己。那不是听痛苦的话，那是被痛苦控制了。听他的话，是为了找到出路，不是为了在原地打转。怎么区分？有一个标准。如果你想着想着，觉得有劲了，想动了，那就是在找出路。如果你想着想着更绝望了，更动不了了，那就是在打转。这时候停下来去做点具体的事，扫地、做饭、跑步，任何不用动脑的事，让身体动起来，脑子里的死循环有时候会自己松开。我想说说成功，这个词已经被污染了，但我还是想用。我们被灌输的成功太单一了，有钱、有名、有地位、有完美的家庭，然后我们用这个标准量自己，量一次，挫败一次。但马尔克斯说，价值是多元的，成功的定义是你自己给的，不是阿 Q 精神，不是我虽然没钱，但我善良的自我安慰，是认真的。你问问自己，什么让你感到充实，感到自己在活着？可能是做出一个漂亮的手工，可能是解决了一个难题，可能是帮助了一个人，可能是搞懂了一个困扰你很久的概念。这些小成功堆积起来，就是你的生活质量。而那个社会定义的大成功，如果你碰巧也得到了，很好，得不到你也没白活。我有个邻居，退休老头，每天就在小区里转悠，捡垃圾。不是穷，他儿子是开公司的，给他钱他不要，他就喜欢捡，捡回来分类，卖掉，钱捐给流浪动物救助站。他说他这辈子没干过什么大事，但这个让他觉得自己有用。我觉得这就是他的成功。别人看他是怪老头，他看自己是个还在创造价值的人。所以别急着否定自己的生活，它可能不够光鲜，但如果你在认真的过，在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，在照顾身边的人，在让自己一点点变好，那就是成功。很慢，很不起眼，但扎实。最后我想回到那个词，循环。我们这一生可能都在跟各种循环打交道，习惯的循环，情绪的循环，关系的循环，代际的循环。你父亲怎样对你，你无意识的怎样对你的孩子，你母亲怎样抱怨生活，你无意识的怎样抱怨你的工作。这些循环像水流的渠道，时间越久越深，越难改。但马尔克斯给了我希望，他说，渠道是人挖的，人也能改。每一次你意识到我又来了，每一次你在那个熟悉的反应模式前停了一秒，你就是在改渠道。那一秒就是自由，很小但真实。所以你不需要脱胎换骨，不需要变成另一个人，你只需要在下一个循环要来的时候看见它。看见就是开始。你看见自己想发火，你可以选择不发，或者发得轻一点。你看见自己想逃避，你可以选择逃得近一点，或者逃5分钟就回来。这就是改变，不轰轰烈烈，但每天都在发生。睡前听完一本书，今天我们读《百年孤独》。这本书没有给你答案，它给你的是一把尺子，让你量自己的生活，量出来可能不好看，可能让你脸红，但那是真实的尺寸。有了真实的尺寸，你才能做合身的衣服，而不是一直穿着借来的不合身的难受的那件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人总是重复犯同样的错？但现在你知道了，那不是命，是循环，而循环
是可以打破的。所以，你准备好打破自己的循环了吗？晚安，明天见。